姐姐这么年轻漂亮，听说还有个豪门未婚夫，怎么会想到重金求子呢？童总，小报记者拍得很清楚，您的未婚夫楚剑山进的就是前面888号包间，还叫了2个陪酒女。这楚剑山跟您之前那8个退了婚的未婚夫也没区别，您还非要进去看什么？楚家虽然比不上童家，也是体面人家。捉奸要拿双，没有10句，我一个已经退婚8次的人，单凭花边祭文就退婚，理亏的是我们。那等和这个退了婚，您得抓紧时间换人生个儿子，让董事长把他手里的股份给你，可不能便宜了董事长的养子。那个废物借他2个脑子，他也抢不走。总算找到一个家世相当又干净的，差点误会楚剑山了。姐夫，说起来，你为什么答应帮我争童家的继承权啊？毕竟我姐才是你正儿八经的未婚妻啊。童书志，他怎么会在这儿？还要我的未婚夫帮他夺走我的继承权？那个贱女人，婚前不让碰就算了，现在还要签什么婚前财产协议？哼，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何止是你呀，就因为我是领养的，他防我也跟防贼一样，公司里的事儿一律不许我插手。他童淑莹不过仗着自己是亲生女儿而已，而童少爷您一看就是个有能力又豪爽的人，只要给您一点助力，您一定可以拿下整个童氏。姐夫，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你放心，等我从那老不死的手里拿到所有股份，你楚氏就是我们童氏最重要合作伙伴。果然是个草包，比童淑莹好糊弄多了。好一个楚剑山，我不过看你长得还行，身世干净，才把你当个不错的结婚搭子，可你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的童氏上。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让楚氏和童书义这个废物一起完蛋。童总，那我现在准备解除婚约的通告，然后马上为您准备其他联姻候选人。不用，今晚的事当作不知道，婚约照旧。童总，就算董事长说您只有在舒志少爷之前生下儿子才可以继承他的股份啊，你也不能将就这种男人啊。他只是要我生儿子，又没说非得和联姻对象生。你去给我找一个男人，要基因优质，但是出身贫穷好拿捏的那种。我要重金求子。什么？童总你……是，我马上去办。谢总，有个坏消息，童总他不打算退婚。什么？发现前面8个未婚夫出轨的时候，他可是1秒都没犹豫就退婚了，怎么偏偏对这个楚剑山不一样？还有个更坏的消息，童总他不仅不退婚，还要我帮他挑个基因优质的穷男人来重金求子。穷男人？舒玲，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了，但是我愿意为你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我让你安排人呢，找齐了吗？个个都是下头界的极品奇葩，保管让您可以脱颖而出。其实就凭我的姿色，就算给我放在明星堆里，那也是毫无压力。有道理，那我去换一批正常人。这是你？当然是我啊！怎么样，童小姐，我是不是本人比照片更好看？下一个。姐妹，人家不仅可以和你生孩子，还绝对不会和你有情感纠纷。出去！你从哪个垃圾堆里搜罗来的这些极品？童总，还剩最后一个，这个是压轴的，您看一眼。下一个。童小姐好，我叫石烨，身高187公分，体重75公斤，本科和硕士毕业于 A 大生物工程与金融双学位，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体检报告在这里。条件确实很优越，气质也不错。我看你是活腻了，玩杀猪牌玩到我童淑莹头上。小陈，叫保安把他拖出去。我不是骗子，别赶我走，我需要钱。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爸爸再婚，心里只有后妈生的弟弟，妹妹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我没办法才来的。童总，他的情况我核实过，是真的。偏心的爸，早逝的妈，病重的妹妹，破碎的他，这可真是金丝雀圣体。行，就他了。晚上10点。姐姐，怎么不说话了？
是我说错什么了吗？对不起，我不该多问的。姐姐要是不开心就惩罚我好了，千万不要生气。只是想到了一些事，与你无关，你不用多想。昨晚表现不错，奖励你的。姐姐，我开车送你去上班吧。不，姐姐昨晚坚持了那么久，这会儿腰肯定累了。开车这种小事，就让我为姐姐代劳吧。舒玲，你在房间里吗？我到你家门口了。未婚夫来了，我们的事还不能让他知道，你快穿衣服躲起来。姐姐，我躲哪里啊？舒玲，你在里面吗？你怎么来了？舒颖，你这是在躲我吗？没有。没有吗？我想要找你敲定一下城西那块地的共同开发方案，可是你助理一直说你没时间。我最近确实很忙，城西那块地也还差最后一道。那刚才呢？一听到我声音你就挂电话，难道不是在故意躲我吗？你怎么了？脸这么红，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只是有点闷。处室发来的合作意向书已经在走流程了，出结果会通知你。你脖子上是什么？我看看。没什么，其实那个合作意向书我也看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待会儿我去了公司就签字盖章。那就好。舒林，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一些程序上的东西该省就得省，你也可以试着多相信我一些。舒林，别抗拒我，我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孩子，让你顺利夺到童家的股份。赶紧走。舒林，你在看什么？你是谁？什么时候来的？我是童总新招的贴身秘书，来接童总上班。贴身秘书？舒玲，小陈这是从哪个鸭货店找来的这么个玩意儿？毛长齐了吗？就来上班了？别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吧？多谢楚总对我颜值的肯定，不过也请楚总放心，我的工作能力只会比我的外貌更出众。你，童总，现在去上班吗？走。童淑玲，这不是我们定制的情侣手表吗？怎么戴在他的手上？楚总，您这是干什么？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实验是我的贴身秘书，以后重要场合都要跟着。我给我自己的人买块表撑撑场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你解释？舒玲，你……楚总，您别生气，都是我考虑不够周全。没想到您不仅要管童总招什么样的秘书，连他给身边人送点小东西也要过问。我早知道的话，我今天就不出现了。可是，楚总，你们这还没结婚呢，就管这么多。要是真结了婚，童总岂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我还是建议您不要这么做，控制欲太强，真的很伤感情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教我做事？呀，楚总您怎么又生气了？我没想到楚总您会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那我把手表还给你吧。要是因为我一个小秘书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好了。楚剑山，你闹够了没有？你堂堂处室总裁，心胸和气度还不如我身边一个小秘书。童淑玲，你什么意思？我才是你的未婚夫，你把我的表给他一个破秘书就算了，还为了他骂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楚剑山，你有完没完？你要是再这么胡闹下去，我们的合作也没必要继续了。舒玲，对不起，我只是太在乎你了，所以刚才情绪有些激动。这个楚剑山，为了我童家的资产，还真是能屈能伸。舒玲，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行了，我要去公司了。你不生气了就好。对了，中午童伯父设了家宴，也邀请了我。舒玲，我们待会儿见。有些东西，就算穿戴的再名贵，骨子里也还是上不了台面的穷酸货。最好掂量清楚自己的身份，省得出来丢人现眼。姐姐，对不起，差点影响到你和楚总的感情了。行了，别装了，我俩没什么怕被影响的感情。反应还挺快的，嘴皮子也不错。
待会儿到了公司找小陈办入职，你以后就做我秘书吧。好嘞，姐姐，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放心，事儿我都办妥了。等城西那块地里藏着大墓的消息一爆出来，他不仅买地的钱打了水漂，还要面临我处事的巨额违约金。太好了，姐夫！今晚家宴之前，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那老不死的，再拿出我的块地顶替他跟你们处事合作。那老不死的一定会把总裁的位置给我。童少爷真是才智过人，我果然没选错合作对象。哈哈哈，你就等着晚上看好戏吧。果然是个蠢货。童家那2个老的也真是有意思，费尽心思从外头抱养这么一个废物，和自己的亲生女儿争家产。舒玲啊舒玲，等童舒淇那个草包真的接管了童氏，我有100种方法让处事把它掏成空壳。要怪就怪你自己把童氏经营得太好，挡了我处事的路。舒玲啊舒玲，等童书志那个草包真的接管了童氏，我有100种方法让处事把它掏成空壳。要怪就怪你自己把童氏经营得太好，挡了我处事的路。去查童书志和楚剑山的底细，再把咱们城南那块地低价卖给他。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哼，那我只好将计就计好了。石炫，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保证完成任务。逆女，你看看你干的好事！西区那块地底下有古墓群，考古队马上就要进驻，无限期冻结开发，几十个亿就这么打水漂了。爸，您别动这么大气，当心身体。姐姐她也是想为集团发展出力，可能就是运气不好，一时失察。是啊，姐姐每天忙里忙外，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只是这次代价确实大了点，几十个亿呢。舒玲，你这是怎么回事？舒玲，按照咱俩的关系，我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提。可是，这城西区的地开发不了了，那按照咱们签的共同开发协议，同时得赔楚氏2000万的违约金。本就亏损几十亿，现在还要赔违约金，你是要毁了同事吗？爸，您别急，我和小薇前段时间刚好买了一块南城的地，各项手续齐全，潜力比城西区那块只高不低。本来是想给您一个惊喜，现在正好可以拿出来应急。伯父，如果是舒志手里的地，我们楚氏的合作意向依然有效，甚至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好，舒志啊，你才是有远见、有担当的人。关键时刻果然还得是靠你。集团总裁的位置不能再让某些冒失的人坐下去了。从明天起，舒志由你来接任总裁。他当总裁，那我……舒玲，你就好把公司的事放一边，安心嫁给剑山呀。凭什么？什么凭什么？剑山相貌好，家世好，你一个女人能嫁给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爸爸妈妈，我拿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1等奖。一个破奖杯让给弟弟又怎么了？舒志不哭，爸爸给你买更好的玩具。妈妈，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她只是个收养的，为什么你们总是偏心她？哪有什么为什么？要怪就怪你自己不是个儿子。这么多年了，我努力证明我比童淑玲更优秀，你们却一点都没变，只知道偏心这个废物。你敢这么说你弟弟？早就听闻童氏董事长是个失心疯，原本我还不信，今天算是亲眼见识到了。你骂谁失心疯呢？我说错了吗？放着优秀亲生女儿不爱，非要去偏心一个废物养子，如果不是失心疯，又怎么会有人愚蠢到这个地步呢？让我看看，现在感觉怎么样？脸疼吗？那么浅的划痕，再不赶紧看都愈合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老板，脸很疼，但是我的心更疼。想当年是你救活同事这个濒临破产的烂摊子，又没日没夜的熬了5年，才把同事做到今天的规模。可是现在公司稳定了，某个得了失心疯的家伙就要把你的总裁之位让给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考试全挂科的废物。老板，我心疼你啊！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5年前集团内部的烂账，我5年来的努力，甚至连童书志大学考试全挂科的事他都知道。5年前他还在读大学吧？你算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童家的家事，轮得到你在这说三道四？爸，连他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清楚总裁这个位对公司的重要性，您却只把这当成应该由您个人喜好来决断的家事吗？您不觉得你有些太自私了吗？是啊，我是同事员工，公司要是倒闭了我就失业了，事关我的饭碗怎么不能？怎么倒闭？你再胡说八道，我打死你！老板，我只是发表打工人的担忧，
童童怎么又生气了？爸，您跟他们说这些废话干什么？您可是董事长啊！你作为现任总裁，决策重大失误，给集团造成巨额损失。我作为董事长，撤他的职，理所当然。童淑莹，这是卸任通知，拿着给我滚出董事。童董，在您下结论之前，不妨先看清楚，童总买下的到底是哪一块地。这小子正经起来，气场还挺足。姐姐，我刚才装的怎么样？够不够范儿？不知道你们哪来的假消息，我根本没买西区那块地，和楚氏那份有问题的合同我也没签。我真正签下的是城南新区这块地，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从谢氏后入，并且已经和谢氏达成了初步的后续合作开发意向。现在你还想以决策失误为由撤掉我这个能给集团带来如此利益的总裁吗？其他股东恐怕不会同意吧？怎么可能？谢氏怎么会这么低价卖给他？谢氏一向高傲，怎么会让利这么多？这怎么可能？姐夫，你不是说……闭嘴！舒玲，你是怎么从谢氏手里拿到这么优厚条件的？哦，听你的语气，知道我没上当，好像不太高兴。怎么会呢？知道你没踩坑，我当然高兴。好了好了，都是误会，菜都凉了，先吃饭，边吃边聊。舒玲，先入席吧。童总，您坐这里。童总，您爱吃这个，快尝尝。舒玲，我们的婚期是不是也可以定下来了？这个味道也不错，童总你试一下。舒玲啊，剑山说的有道理，你们订婚这么久了，该订婚期了。小飞棍来喽！你们都看我干什么？快吃啊！结婚的事不着急。随你，我手里的股份只留给童家第一个孙子，谁先剩下长孙，谁就拿走。孩子哪是说怀就能怀上的？万一真让他先生儿子怎么办？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怀不怀得上不要紧，只要让他永远生不了就行。厨房炖了虫草花布汤，找机会放到他那份。我去下洗手间。童总，我出去回个工作电话。姐姐，你这一家子都是些什么品种的孽畜啊？要是没有我，你该怎么办呢？给我姐姐下药是吧？哼，那就自己多吃点吧。成了。我的肚子好痛！小薇，你怎么了？你把药下给谁了？还愣着干什么？快送医院！林薇怎么突然就中毒了？还是损伤生育能力的毒？请。你不去驾驶座开车，来后排干什么？我看姐姐不太高兴，所以特意来抚慰一下姐姐的心情。好痛！好了，先别闹了，我有话要问你。姐姐，你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我弟媳中毒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我只是在看到你弟弟往你汤碗里下了东西之后，把你和你弟媳的汤碗换了一下。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放的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你的安全产生威胁。还从未有人将我的安危如此放在心上。他今晚为我做的这一切，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金丝鞘该做的范围。他的出现真的是偶然吗？石岩，你是怎么做到对我家里的事了如指掌的？你提前调查过我？我没有，我知道的都是今天办理入职的时候和陈姐打听来的。原来只是小陈告诉他的吗？我还以为他……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可是，仅仅是知道这些，就可以让他为我做这么多吗？你真对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姐姐，你千万不要生气。我做这些只是想报答姐姐的大恩。姐姐不喜欢我这样的话，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打听了。报恩？原来只是报恩啊。没事，你做得很好。差点暴露了，要是让舒玲知道我早就爱上了他，这一切都是我早有预谋，他一定会把我赶走吧。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怎么又开始期待被爱了？躲着，别出声。舒玲，你没走真是太好了。你下车，我们聊一聊吧。什么事？就这么说吧。舒言，今天的事我是真的不知情，你会相信我的，对吧？想要顺利拿到股份，还需要和楚剑山把这场戏再演一阵子。当然，你是我的未婚夫，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呢？那就好。过几天我让人重新准备一份合作意向书送去同事，我们重新签吧，怎么样？送到小陈那儿就行。虽然林薇已经不能生了，但是你弟弟毕竟是个男人，想要个孩子还是容易的很。不如我们尽快完婚，我给你一个孩子，好吗？你怎么了，舒林？不舒服吗？哎，你那个秘书呢？怎么没见他人？我开车送你回去吧。我让他先走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先走吧。姐姐，你这车里好小呀，我的腿都伸不开了。知道小孩非要挤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滚去前面开车！姐姐，你不是要生孩子吗？我可没忘记我的首要任务。听说越刺激越容易怀上。别闹，楚剑山还没走远呢，我爸妈他们说不定等会儿就出来了。那就辛苦姐姐忍住别出声了。谢总，早上好。小张，你来干什么？谢总，您放着自己公司董事长不当，跑来这儿当秘书也就算了，这么多文件都等着您签字呢，您不能不管啊。行了，我之后会找时间回公司签文件的，不许再带这么多人来找我，暴露了我的身份，我饶不了你。陈姐，给我吧，你脚崴了，得多休息。我脚崴了？是的，你脚崴。哦，对，我脚腕是有点疼。那今天的工作就都辛苦你了。应该的。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叫你老实在家待着。小陈姐脚崴了，我怕姐姐工作不方便，所以来帮忙。毕竟我也是姐姐的秘书。行，随你。这也是小陈让你拿进来的？不是，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名单上这3个人分别是财务部副总监、项目部经理，还有您父亲身边的老司机。他们最近3个月内都通过不同渠道收了童书制方面的好处。那块藏着古墓的地才能通过层层审核被送到你面前。那块地背后的持有人也是你弟弟，他就是发现自己即将暴雷，才想着骗你买下来。好在姐姐你及时发现问题，现在那块有古墓的地和他准备用来顶坑的2块地都砸在手里了。查得很细，也很快。这些消息就算是我手下专业的人去挖，也得费些功夫。所以我很好奇，你一个需要靠出卖身体来解决困境、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人，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些消息挖得这么一清二楚的？姐姐，我……还有，
上次我只是让你去挑一个公司里正在走流程的稳妥的地皮来顶一下，你却在半天之内用那么低的价格拿下了谢氏的核心投资地段。石岩，你到底是什么人？姐姐，我可以解释的。那个，你果然还是太嫩了，这么一下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我早看过你的简历了，里面写着你还拥有 MCSE 证书，精通电脑系统设计。你肯定是偷偷黑了童书毅的电脑，对不对？啊？你学历那么高，谢氏集团里是不是有你的老同学啊？所以你才能走侯门拿到那块地。对，姐姐您真聪明，这都被你发现了。这么紧张做什么？虽然你这手段不太光彩，但是很管用呢。谢谢你。姐姐不用和我道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我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姐姐的。少来这套。姐姐现在是不是觉得林薇生不了孩子，威胁解除就不需要我？楚剑山说的有道理，林薇生不了，不代表童书哲就绝后了。他是个男人，只要他想，总有办法弄出个童家孙子来。那姐姐更应该抓紧时间。急什么？我的孩子至少能保证是童家的血脉，他童书记的可就未必了。至于楚剑山，更是信不过。城南那块地的后续开发，我需要更可靠、更有实力的投资人。今天我约了谢氏的人吃饭，正是感谢他们上次肯临时让利，把那块地转给我。你准备一下，待会儿跟我一起去。谢氏，我也去。姐姐，我就是个刚来没几天的小秘书，这种和谢氏高层的重要饭局，我去不合适吧？万一说错话、做错事，反而坏了您的事儿，要不还是让陈姐陪您去吧。你不是说小陈脚崴了吗？现在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他和你，既然他去不了，自然是你顶上。好好表现，如果今晚能帮我和谢氏谈得更顺利，奖金不会少你的。是，姐姐，我一定尽力。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那位谢氏掌权人？听说他年纪轻轻却眼光毒辣，手段狠厉，但凡是他看中的项目，就一定能拿到手，而且每次都是大赚一笔。我还挺想请教一下的。原来姐姐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哎！可是姐姐，不仅是我看中的项目，我看中的人，我也一定会得到。张特助，这同事女总裁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居然让谢总亲自打电话叫我们两个来接待，还说要我们把今年的重点项目城南的深度开发合作。谢总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善良了？不该你知道的少问，照做就是了。张特助、王总监，二位久等了。谢总，谢总，王总官，您记错了，今天会面的人是童总，不姓谢。配合点，谢总在办大事。哎呦，瞧我记性，对不起，对不起。童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该罚。您别跟我见怪啊。没关系，毕竟咱们是第一次见面，记错很正常的。我相信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很熟悉了。哎，对，咱们缘分长着呢。来，快入座吧。这怎么好意思？童总，您就坐这儿吧。张特助、王总监，你们也请坐。石助理，你也请坐。石岩，你们之前认识？怎么知道你的名字，还对你态度这么好？啊，之前张特助的奶奶摔倒在路边，我扶起来送去了医院。张特助觉得我很善良勇敢，所以上次我买地其实就是多亏这位张特助。敢扶路边老人还送去医院，你确实挺勇敢的。这杯酒先感谢张特助对我们童书的照顾，也感谢二位赏脸来吃这顿饭。姐姐，您最近备孕，不适合饮酒，换成纯牛奶吧。石岩，别不懂事。把桌上的酒都撤了，换成纯牛奶。张特助，真是不好意思，这没什么的，正好我也喝酒喝腻了，想喝点牛奶。对呀，我最爱喝牛奶了。谢氏的这两位怎么奇奇怪怪的？王总监，上次我们聊到的关于城南地块深度合作开发方案，现在敲定一下吧。哪有你这么谈合作的？敲定，现在就敲定。这是我们这边给出的合作方案，您看看，
童总，您还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我们这边都会尽力满足的。啊，您这边连合作方案都准备好了？石岩，你这是干什么？姐姐，大家的时间都挺宝贵的，我们直接看最重要的内容吧。本次开发由童氏集团主导，谢氏集团出资，收益双方平分，亏损谢氏集团全额承担。这是真的吗？童总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商量。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谁往方案里放的照片，扣2个月奖金。谢氏的态度好的有点出乎意料了。王总监最后提出的投资条件几乎是送钱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前和谢氏也没什么往来啊。也许是谢氏新上任的掌权人格外欣赏姐姐的能力，或者我听说谢家那位年轻的掌权人一直单身，眼光很高，说不定他是暗恋姐姐呢。胡说什么？如果那位谢总真的向姐姐提亲，姐姐会同意吗？不会。为什么？谢家是顶级豪门，如果联姻，对你的事业会是巨大的助力。豪门？我前前后后有过9个豪门世家的未婚夫，结果呢？好色、贪婪、算计，甚至恶毒。夫妻之间最基本的忠诚和信任都成了奢望。我不想后半辈子都在琢磨枕边人会不会出轨，或者在哪一刻会为了家产捅我一刀。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找人生个孩子，只要一个孩子就没那么多争抢。我会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投给他，还有我的事业，这就够了。那你就不希望和一个真正相爱的人结婚，共度一生吗？相爱，只要我站在足够高的位置上，手里握着足够疙瘩的权势和金钱，那种爱或许更纯粹，也更可控。权势和钱？为什么？我也是他的儿子，他眼里只有那个女人的儿子，为什么？眼泪只对爱你的人有用，对不爱你的人流干了也没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舒丽。可是为什么现在终于有了足够权势和钱的我，反而好像更没有机会走到你身边了呢？怎么，吓着你了？别怕，只要你一直像现在这样乖乖的，不学那些男人两面三刀、满嘴谎话，我不介意你一直留在我身边，当这个贴身秘书。毕竟这小子各方面都还不错，留下当个消遣也不错。我会乖的，姐姐。对了，你妹妹是在市医院吧？手术的钱凑够了吗？哦，不是什么大病，姐姐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大病？我不是骗子，别赶我走，我需要钱。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爸爸再婚，心里只有后妈生的弟弟，妹妹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我没办法才来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妹妹本来病得很严重，但是现在心脏手术的钱已经凑够了，等手术完成就没事了，不用担心。那就好。说起来，前面路口拐过去就是市医院吧？我们顺路过去看看你妹妹。姐姐，不用去看她，我收了您的钱，就该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来为您做事，怎么能再用我的私事麻烦您？绝对不能让她去，在想到合理解释之前，绝不能被戳穿。其实我有点羡慕你和你妹妹，虽然日子可能不宽裕，但至少彼此牵挂，互相依赖。不像我和童舒淇，空有个姐弟名称，恨不得你死我活。你为了赚钱陪在我这儿，忽略了她。她一个人在医院等待手术，肯定会想哥哥。走吧，去医院。这个谢世云又沉迷打游戏不接我电话。请进。哥，你来了。咦，这个漂亮阿姨是谁？小月，她就是我给你提过的我女朋友，她今天特意来看看你。哇，原来是嫂子，你好呀。你好呀，小月。明天的手术不用害怕，我不会让你有事的。谢谢嫂子。不过我就是个阑尾炎，能有什么好怕的呀？你们这么关心我，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阑尾炎？姐姐，我妹妹她年纪小，胆子也小，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大，我怕她胡思乱想承受不住，就一直骗她说只是普通的阑尾炎，她一直不知道真实病情。你嫂子也是为你好，好好养着，听医生的话，我们就先走了啊。谢时月，他姓谢，不好啊。那你呢？石昭，你难道叫谢时宴？谢氏集团的那个新上任的掌权人谢时宴。我妈生她的时候难产，拼了一条命才把她生下来。
妈妈姓谢，为了纪念妈妈，我爸给我妹妹取名时用了妈妈的和爸爸的姓，所以她叫谢时月，我叫时燕。也是因为难产，妹妹的身体嫂子，是因为我的名字让你们产生什么误会了吗？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拖累了我哥。妹妹别哭，我没怪你，是我想多了。姐姐，既然说清楚了，我们回家吧，让她自己休息会儿。姐姐，你听我解释。行，你说。童总，您找我。你去查一下谢家的新家主谢时宴，把他的所有资料给我。童总，您终于开窍了，是不是昨晚去和谢氏谈合作，感受到了谢总的诚意，打算和谢氏联姻了？少废话，去办。是，马上，立刻。还是不能这么早暴露谢总的身份。这个项目我审批过了，没有什么问题。谢总，好消息，童总让我查你的资料，他终于对你感兴趣了。我已经把资料放到童总办公室了。谢总，好消息，童总让我查你的资料，他终于对你感兴趣了。我已经把资料放到童总办公室了。完了，姐姐已经怀疑我了。谢总，您好不容易来趟公司，这又是要去哪儿啊？文件还没签完呢，您待会儿还有2个会，全部取消。孩子，他果然还没来得及看。你怎么来了？不是说给你放2天假？想姐姐了，就提前回来了。姐姐这么忙，午饭吃了吗？吃过了。你进来到底什么事？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见见你。没事就出去，我忙得很。好嘞，姐姐辛苦，那我先出去了，有事随时叫我。来的还挺快。年龄、身高、体重3围，血型都一模一样，连名字都这么像。施展，你还敢说你不是谢施展？你费这么大周折，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贫穷金丝雀送到我身边，到底想干什么？来得这么快，让我看看你还想干什么。我刚看完，他就已经出现在门口了，这动作未免也太快了。童总，还剩最后一个，这个是压轴的，您看一眼。下一个，童总，您终于开窍了，是不是昨晚去和谢氏谈合作，感受到了谢总的诚意，打算和谢氏联姻了？小陈，是你在给他通风报信。你们俩是什么时候搭上线的？好，既然你们要演，那我就陪你们演一局。童总，有几个文件需要您签下字，您在哪儿？我把文件给您送过去吧。我在酒店呢，
酒店？您去那儿干嘛？我觉得只找一个借种还是不太保险，所以我自己又额外找了个男大学生。什么？又找了一个？石先生知道吗？实验不用知道，你把文件放我办公室，我过2小时就回公司了。好了，不说了，他来了。谢总不好了，童总又找了个男大学生借种，现在已经在酒店了。什么？哪家酒店？不知道啊，童总没说。赶紧查，还等什么呢？每次都这样。人呢？什么人？你把他藏哪儿了？藏了谁？那个不要脸的骚男人！这才20分钟不到，他就完事走人了。姐姐，你找的这个也太差劲了点吧！姐姐，是我伺候的不够好吗？要是你们满意，可以和我说的。我以前没有过女人，经验不足，但是我可以学。姐姐，你别找别人好不好？你用什么身份来要求我？是我的情人，是我的秘书，还是谢氏集团的掌权人谢时宴？姐姐，你处心积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怜巴巴的穷小子送到我身边，谢时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姐姐，我可以解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那就从小陈开始解释。我接手公司5年，小陈就跟了我4年，他是我最信任的人，公司上下那么多机密他都知道，我私人的事儿也都交给他办。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会出卖我。谢时宴，你用了多少钱收买他？还是说你用什么手段威胁了他？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样？说吧。小陈他不是我收买的，也不是我威胁的。哦，他从始至终就是我的人。你说什么？4年前他进同事是我安排的，他一直都是我的人。4年，我最信任的人，居然是你们谢家安插的眼线。谢时宴，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姐姐，你别害怕，我让小陈跟着你这些年，从来没有让他泄露过任何同事的商业机密，从来没有让他做过任何会对你不利的事。他说的没错，确实没有发生过商业机密泄露的事，一次都没有。而且以谢家的实力，想要拿捏同事的话，别说4年前，就算是现在的同事，也用不上商业间谍这么麻烦的手段。那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如此费尽心思的谋划？什么？我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姐姐。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不明白，我们以前见过吗？你当然不明白，因为那时候的你，根本不会注意角落里一个哭得狼狈的小男孩。为什么？我也是他的儿
眼泪只对爱你的人有用，对不爱你的人流干了也没用。那个男孩是你？是我。从那天起，我就拼了命的和家里那个野种争抢，用尽所有手段让自己变得有权有势。那个男孩是你？是我。从那天起，我就拼了命的和家里那个野种争抢，用尽所有手段让自己变得有权有势。我恨自己生得晚，我还没有能力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只能安排小陈先去你身边，代替我保护你。保护我？所以，那8个被退婚的未婚夫都是我的手笔。楚剑山点陪酒女的消息也是我让人传给你的。谢师宴，你的意思是，我这些年遇见的男人一个比一个渣，全是你的功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只是让你尽早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提前预垒，谢谢你让我成了圈子里有名的退婚专业户。姐姐不用谢，这是我自愿做的。我错了，姐姐，我真的错了，我不该瞒着你，不该骗你，不该自作主张。你打我骂我都行，就是别不理我。从小到大，我用尽全力也没能换来父母的一个正眼，早就放弃了被爱的可能。可就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只因为我当年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把我放在心里这么多年，默默做了这么多。姐姐，你说话好不好？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害怕。我知道你不喜欢被人骗，我知道你最恨别人算计你。可是姐姐，我真的没有办法失去你，求你不要赶走我，哪怕你现在厌恶我了，也求你让我以秘书的身份留在你身边保护你，好不好？我会很乖的，真的，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求你别赶我走。姐姐，谢谢你。什么？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出现在我灰暗的世界里。姐姐，你不生我的气了？我不是不识好歹的人，谁在真正对我好，我分得清。你堂堂谢氏集团掌权人，来给我当小秘书，端茶倒水，随叫随到，不觉得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姐姐，我那么努力争权夺利，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有底气站在你身边。不管是掌权人、秘书，还是见不得光的亲人，只要是站在你身边，什么身份我都心甘情愿。只要是站在你身边，什么身份我都心甘情愿。我可用不起谢氏集团的掌权人来当秘书，大材小用。姐姐随便用。那今天我就先做好姐姐的情人。表现不错。那当然，姐姐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对了，还有这个。楚剑山和童书志已经被那2块地彻底套死，现在资金链完全断裂，银行贷款到期，再拿不到新的资金注入，他们2个都得完蛋。楚剑山和童书志已经被那2块地彻底套死了，现在资金链完全断裂，银行贷款到期，再拿不到新的资金注入，他们2个都得完蛋。那么离他们完蛋就只剩最后一步了。姐姐，我表现这么好，有没有奖励？
迟早把这个碍事的从姐姐的世界里彻底清除。一个小秘书，成天围在舒玲身边转，等我把同事拿到手，第一个赶走的就是这个狐狸精。楚剑山，这么急匆匆的闯进来，有事？迟早把这个碍事的从姐姐的世界里彻底清除。一个小秘书，成天围在舒玲身边转，等我把同事拿到手，第一个赶走的就是这个狐狸精。楚剑山，这么急匆匆的闯进来，有事？舒玲，我刚得到消息，童书义在外头找了个女人，那个女人刚在医院查出怀孕，怀的是儿子，现在正往童家老宅去，要见你父亲，要股份。最后一步可以开始了，走吧，去老宅。好，好，好，小玉是吧？快坐，别站着，当心累着。爸，我查过了，小玉怀的是个儿子。好，好，好，小玉是吧？快坐，别站着，当心累着。爸，我查过了，小玉怀的是个儿子。舒芝啊，你这次总算办了件正事儿，股份的事你放心，今天爸就给你。可是林薇那边知道吗？童书志，你还是人吗？我从娘家拿了多少钱给你去买地？我掏空家底帮你，你居然在外面找别的女人生孩子，她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你们争取的老婆。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是你，童书玲，是你告诉他的，对不对？发什么疯？懂不懂事儿？是你，童书玲，是你告诉他的，对不对？发什么疯？懂不懂事儿？我不懂事，你找野女人生孩子，还说我发疯。林薇，你听我说，你已经生不了了，这是事实。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拿到童家的股份，为了我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够了！你丢尽了童家的脸。他就是个工具，等孩子生下来，我立刻把他赶走，再也不联系，孩子认你当妈，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一家人，这样不好吗？童书志，你以为我稀罕？够了！你丢尽了童家的脸。他就是个工具，等孩子生下来，我立刻把他赶走，再也不联系，孩子认你当妈，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一家人，这样不好吗？童书志，你以为我稀罕？我林家在京城虽然比不上童家，但也算有头有脸。我就算生不了孩子，也有的是人愿意娶我。我情愿去孤儿院收养一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也不愿意养和你跟别女人生的野种。林薇，你冷静一点。童书志，我要跟你离婚。还有，从我们林家借去买地的那笔钱，一分不少还给我。李九黎，你以为我稀罕你？等我继承了童家的股份，有的是女人排着队嫁给我。你们林家那点钱，我童书英还不放在眼里。李九黎，你以为我稀罕你？等我继承了童家的股份，有的是女人排着队嫁给我。你们林家那点钱，我童书英还不放在眼里。行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那个林薇，我本来也不太满意，嚣张跋扈，没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离了也好，你现在就好好照顾小玉，把孩子平平安然生下来，其他的不用操心。股份转让合同，我今天就签给你，签吧，被转让人写你的名字。等等，这份股份不能给他。等等，这份股份不能给他。童书玲，你又想干什么？爸早就说过了，谁先拥有童家第一个孙子，股份就归谁。你这是不服气？我特意等查清了小玉肚子里孩子的性别，才带他来见爸的。你要是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去医院再查一次。我怀疑的不是性别，我怀疑的是小玉肚子里这个到底是不是童家的孩子。爸，要是随便拉来一个孕妇就能拿到股份的话，难道要把童家家产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吗？童书玲，你今天发什么疯？爸，要是随便拉来一个孕妇就能拿到股份的话，难道要把童家家产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吗？童书玲，你今天发什么疯？家里谁不知道我不是爸的亲生儿子？这都20多年了，就连爸妈都认了我这个儿子的身份，你现在拿这个说事儿，有意思吗？舒玲，舒志虽然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但这么多年了，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你今天提这个，不是伤弟弟的心吗？他不是您亲生的，这点您没说错。可他是爸亲生的。你说什么？
像爸这么注重血缘和传承的人，您居然真的相信他会把股份留给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童书志根本不是什么孤儿，他是爸年轻时和一个外面的女人生的私生子。那个女人早早病死了，爸就把她抱回来，骗您说是个孤儿。他说的是真的。这20多年，您一直都在帮着一个私生子欺负自己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行了，我不过是想要个儿子，我有什么错？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舒淇的亲妈也早就死了，我这些年也没再找过别人。你现在来追究这些不重要的事儿，有意思吗？不重要。要是我现在告诉你，舒玲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并且把童家所有的股份都给舒玲，你还会觉得这些事不重要吗？刀子扎在自己身上，知道疼了。可惜了，我没有你那么无耻。行了行了，我没工夫跟你纠结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舒玲，妈对不起你，这些年是我没做好一个母亲。你既然早就知道舒逸是我儿子，刚才为什么要说小玉肚子里的和童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他肚子里的本来就不是童书逸的孩子。童书玲，你是不是疯了？这孩子是不是我的，我能不清楚？人是我找的，孩子是我的种，你现在说这种话，不就是因为我马上要继承股份，你眼红耍赖吗？小玉，尾款下午会打到你账上，你先回去养胎吧。行，那我先走了。你什么意思啊？意思不明显吗？我肚子里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孩子。孩子他爹是个渣男，知道怀孕就跑没影了。我一个人养不起孩子，正好这位先生找到我，给我一笔钱让我来接近你，假装快速怀上孩子。戏演完了，钱也收了，我走了。童书玲，你故意设计我，你害得我拿不到股份，还害得我跟林薇离了婚，现在我一无所有了。害你？那到底是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得自己失去了生育能力？又是谁因为老婆生不了孩子，就在外面找女人生孩子，这才离的婚？童书志，你们要是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些恶毒又肮脏的心思，谁也害不了你们。童书玲，你也别得意太早。童书玲，你也别得意太早。我就不信这世界上的女人全都能被你收买。凡是我跟林辉再找10个8个女人生孩子，再怎么着也比你一个还没结婚的老女人要快。舒玲，我早就说过了，不如我们尽快完婚，我给你一个孩子。不用了，这是我的产检报告。我已经怀孕了，而且是男孩，您心心念念的孙子。这不可能，我碰都没碰过你，你怎么可能怀孕？这不可能，我碰都没碰过你，你怎么可能怀孕？因为孩子是我的。是你？楚剑山，这会儿装什么神情？太好了，姐夫，我这头已经按计划准备好了另一块干净又更有潜力的地皮。今晚家宴之前，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那老不死的，我再拿出这块地顶替他跟你们楚氏合作。那老不死的一定会把总裁的位置给我。童少爷真是才智过人，我果然没选错合作对象。现在我可以拿到所有股份了吗？现在我可以拿到所有股份了吗？你一个女人怀了孕，又没了楚家的助力，能把公司管好吗？童氏在我手里这5年发展的怎么样？您心里很清楚。以后童氏在我手里也只会越来越好。童书玲，我楚氏绝对不会放过童氏，你和你的这个破秘书就等死吧！楚氏，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谢时烟，谢氏集团掌权人。
我今天来不只是陪舒玲处理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舒玲，你愿意嫁给我？我愿意。好，好，好！谢氏掌权人做我女婿，这门亲事我答应了，股权都给你，都给你。这个男生 A 大毕业，实习经历很亮眼；这个女生经验更丰富，但是性格可能有点内向。你觉得留哪个在总经办比较好？男生形象好，适合对外沟通；女生也不错，基本技能很扎实。我选不出来。你干什么？一看就是个狐狸精。人家正经来应聘的，你想什么呢？不怪谢总想多，毕竟那可是他的来时路。像这种小三上位的，抓小三最狠了。姐姐，你招男秘书干什么？有我一个还不够吗？公司要发展，总得招人吧？可是我当年就是靠应聘到你身边才……我当年就是靠应聘到你身边才……行了，都当爹的人了，还吃这种醋？好，好，好，我本来就打算多招女性的。那个男生不要了，行吧？姐姐最好了，宝宝，妈妈最好了，对不对？姐姐记得吃饭，我亲手做的。童总，您这是甜蜜的烦恼啊！就你话多。